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马来西亚的医疗危机。那么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国的政府为了要解决这个医学生过剩的问题呢，推出了所谓的合约制啊。那么这项制度呢，使合约医生的未来似乎很像失去了一些保障。那如果这个合约到期了之后呢，政府不仅是有权利选择要不要续约，合约医生的这个薪资以及福利呢，甚至是比已经所谓的这些固定的医生啊还要来得低。因此在当时新冠病毒爆发的期间呢，就发生了全国合约医生大罢工的这个事件啊。而大马公共医疗体系的这个缺陷呢，也因此让我们看出来很像千疮百孔，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最近3年我国已经有3046名的合约医生辞职。那不但是这样子啊，我国的这个实习医生呢，也从原本的2019年时候的6134名暴跌到2023年的3271名，几乎是减少了是将近一半啊。那么当然，我国也面临这个护士短缺的问题，不止医生短缺，连护士也短缺啊。那么就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呢，政府医院的这个护士的空缺呢，也高达6896名啊。预计来到了2030年的时候呢，护士的这个短缺率将会上升至60%啊。那么其实我国有超过70%的人口呢，其实是依赖公共医疗体系来满足他们日常的这个医疗需求的。那由于我国的这个医疗人力的资源的规划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哦，所以导致了医生因为病人太多，人手短缺，医院人员呢分布不均匀和大量的行政工作等等的情况呢，而被迫加班啊。那么这些种种的马来西亚遇到的这些医疗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究竟要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前卫生部长李文才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李医师，再次欢迎你。大家好。是，那么其实，李医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刚刚我们开场的时候讲到马来西亚现在遇到了这些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啊。现在其实卫生部的新的政策是不是不再派这个实习医生到医院去了呢？特别是到这个县医院啊，你认为这是否会变相增加医院的负担，尤其是这个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压力？然后其实大家也蛮担心说这个会不会酿成新一波的离职潮？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当然这个我们要看整个医疗服务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策划。OK， 首先如果你单单谈这个实习医生的这个情况呢，一开始当我们有很多这个医学院毕业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一些毕业生在等着实习的机会，有些人等了1年1年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卫生部就开拓了很多这些实习医生可以实习的这些空间。所以现在医学院的毕业生减少了，所以就没有这么多需要这些空间，所以逐步的减少这些比较次要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措施只是问题是发生是因为什么会忽然间这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忽然间减少一半，在短期间减少了一半。我还记得在我那个时候，每年的医学毕业生应该是还是5000多位左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这些医学院的毕业生，而不是缺少的这个问题。在短短几年内就变成严重的这个缺少，所以在这方面肯定是整个策划不只是卫生部，而且也是高教部方面的策划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纰漏，使到整个这个忽然间减少，这个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不过既然已经发生了，卫生部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去解决不过当我们谈到这个县医院的时候，如果县医院没有专科医生，这个实习医生是不适合去到这个县医院做实习的，因为这个实习医生必须要在专科医生的监督之下才能够受到良好的这个训练。不过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往往没有正式的去探讨的，就是
在马来西亚这个制度之下，因为公共卫生系统是主要的这个服务的来源，而且公共卫生系统也是主要的雇佣医生的这个雇主，所以基本上每个人看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是政府有责任必须要聘请你。如果你是在外国，这个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你可能要等到有适合的空位你可能才获得这个工作。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因为一路来的医生的短缺，所以卫生部变成被逼要雇佣每一个马来西亚在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医生，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所以当有医学院的学生有多有少的时候，卫生部也必须要跟多跟少这个做出这个调整。所以在这方面当然有提到说县医院的医生的压力会更大，我想倒不至于，可能他必须要调整他的工作的方式，之前可以把一些工作交给实习医生，可能这些必须要重新调整。其实护士方面也可以帮忙做一些实习医生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一类的工作其实是还可以调整得到的。了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根据这个 Code Blue 的这家媒体它的调查，这个调查是在2023年的时候所做的调查那么在1652名受访者当中呢，有95%的民众呢就认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呢是处于在这个危机当中。那这里面有一个数字是我们非常就是担心的。因为他是说到有73%的受访者呢正在考虑要辞去政府医院的工作那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就您的观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高比例的这些受访者，他们是想要辞去政府医院的工作？我自己也听到在政府医院工作的这个医生朋友他们也逐渐的有意愿转向这个私人医院，是因为薪资待遇的问题吗？还是工作压力太大？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挽留这一些人才从政府医院流失呢？这个调查其实还是有一些偏见的，因为它调查主要是是 Code Blue 本身的调查人员身边的所谓 direct contact，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倾向所有了解 Code Blue 跟他们的报道的一些医务人员。所以这个调查的所谓样本是有偏差的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要认同说，确实是有一些不满的这个情况发生这些不满我相信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就是因为在 COVID 期间，其实这些医务人员对整个 COVID 期间所做出的付出跟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只是COVID 过后看起来好像卫生部并没有把他们曾经在 COVID 期间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任何的这个奖励，甚至也没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来至少奖赏他们在这个期间所做出的付出。第二点就是当然你提到所谓薪资的差别，在私人界跟公共卫生系统的师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一些差别可能高达100%的这个差别，所以在外界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导致很多要辞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很多这些所谓普通医生contract doctor， 他们待在卫生部的时候，他们的前景如何这个其实是卫生部必须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我们另外一个发生的问题就是所谓专科医生训练的这个问题。马来西亚如果我们看马来西亚的专科医生的比例其实是相对的低。马来西亚的在卫生部里面在100名医生里面只有15名是专科医生。如果我们比较其他先进的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40到60左右。马来西亚也曾经说我们要把这个比例提升到 38%。
不过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普通医生，他并没有机会进入整个专科医生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在这个事业的前途啊，其实是前途茫茫的，所以他们有这些离心也是不足以怪。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卫生部必须要探讨的，从post COVID 过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压力，在给予他们有更好的福利，跟尤其是在提供给他们有升职跟未来的事业的展望，在这方面呢有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是。那不晓得您在担任这个卫生部长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会观察到一些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从侧面也有打听到一些状况，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所谓升迁，一定要给大家有这个升迁的机会，还有升迁的制度也必须要透明啊。那我这边侧面打听到的状况就是说，有很多的本来在公共医疗体系服务的这些医生啊，他会觉得在升迁的制度上面不够透明，而且也比较官僚一些。那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导致了有一些专业的或者是有潜力的这一些医师，他们就会选择转往这些私人的医疗的这些机构呢？那是不是我们要想办法让升迁制度也变得更加的透明？我想我也曾经在制度里面，所以我也看到，相对的，其实我还是认为说，卫生部的升迁的制度还相当的透明， OK， 还相当的公平当然在外人来看，可能他看不到这个里面的操作的方式，不过我想大致上还相对的公平跟透明的了解。只是当然如果我们讲它升迁的制度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不过最主要的是我们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这个升迁的这个空间比方说我们讲这普通医生，如果我们要把医生从现有只有15%的专科医生提升到30%的专科医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供更多这个训练的机会给这些医生，让他们给升职成为专科医生。不过我们又面对很多的限制，包括现有的争议性管理 parallel pathway 管理本地的这个硕士课程等等这些都是没有解决在提供这个所谓奖学金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卫生部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资源，让我们有更多的医生能够进修成为专科医生，这个让他们看到说至少他在卫生部的前途有所保障，他能够升迁，他能够成为专科医生，能够成为对这个国家这个医疗系统有更好的更大的贡献，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留住一些这个医务的人才。了解。那您怎么看待说现在其实在公共的这个医疗体系里头要做这一些医疗或者是医学研究这一方面，其实我们有侧面打听到说很多的这些专业的医师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反而比较倾向去到一些私人的医院，因为呢可能在研究的这个整个严谨性上面会比较高的。那实际上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倒不至于，我反而觉得大部分的这个所谓医学的研究都是在大学跟卫生部之下，卫生部之下其实有这个 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还有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还有 CRC 等等的这些专门做研究工作的这个机构来提供资源跟这个所谓材料，让这些有兴趣做科研的这个医学生医学院的这个毕业生跟医师来做这个研究的，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本地的应该还是主要还是大学跟卫生部不过当然我们是没有法子跟很多外国的，包括新加坡包括英国、美国的国家比较。
了解。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说，现在除了这个医生的这些福利的部分，或者是这个晋升的空间之外呢，可能社会大众是否能够去更正面的或者是正确的去使用我们的这个公共医疗体系，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其实根据新闻报道呢，吉隆坡的中央医院的急诊室的顾问医生拿督阿扎马尼呢，他就有指出说，我国社会大众对于病症的紧急程度的认知不足哦，所以导致呢这个医院人满为患。其实这件事情究竟可以怎么样子解决吗？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我生一点小病就要去急诊室或者要去大医院，这个似乎这也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问题，这是很多国家都有面对的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我们从医生角度、医务人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是，很多不必要的，为什么要来急诊室？不过如果你从病人的眼光来看，我都没有看到医生，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急诊还不是急诊？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必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提供有足够的这个医疗设施，让普通的群众能够有第一步接触他们的医生，来确定他的所面对的症状到底是需要急诊室的医疗，还是他可以等，或者只是普通的门诊室。马来西亚的病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直有任何病痛，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那如果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有很多这种所谓普通的病症状可以通过直接和家庭医生解决掉。另外一个就是卫生部方面呢，应该提供这个门诊的服务，尤其是在 clinic kesihatan 这方面我也看到说最近，尤其是在 Dr. Zaleha 做卫生部长的时候，曾经把这个所谓 clinic kesihatan 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因为马来西亚的很多双亲都工作，所以他没有法子在所谓 office hour 工作期时间把孩子或者家长带去看医生，所以他变成说5点过后他只能够把他带去门诊部，所以现在呢也延长了这个 clinic kesihatan 的这个营业时间，他就能够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把病人带去这个 clinic kesihatan， 这样子就能够减少这个经济部门的这个拥挤的这个情况，这些都是良好的这个措施。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也两方面都必须要合作，包括卫生部必须要相当的所谓伸缩性的提供这个服务，或病人本身也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他必须要尝试要有一个长期的家庭医生，这样子有很多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紧急门诊的情况。了解，其实紧急门诊被滥用的情况呢，不只是马来西亚，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的过劳的问题，不只是医生，包括也是护士也是一样。那我前阵子有在一些国际新闻看到，包括了在这个欧美国家也好，台湾、日本、韩国，我们知道韩国现在有很多医生也进行罢工当中啊。其中一个诉求就是说，他们所要处理的这些 paperwork 啊，就是纸上的作业或者是程序的问题是非常繁重的。他除了要做医疗行为之外，也要去做很多的这些的作业程序或者是协调啊。那其实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子解决的办法呢？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医疗行为以及写报告啊等等啊输入啊这些工作交给另外一批人去做，这个是可行的吗？这肯定是可行的，不过卫生部的这个行政跟人力资源必须要做一个调整，不过这个调整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这个也要包括 JPA 等等，因为我们比方说在一些外国的一些大学或者一些比较有科研基础的一些医疗系统，他们都会有专职的人员做这些资料的统计，
资料的收集等等，而不是靠着医生、靠着护士来收集这些资料。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收集资料，这些收集资料的责任放在医生，尤其是初期医生跟一些护士等等，所以增加了他们这些非医疗方面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比较专职的人员能够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个收集资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如果我们再说要管理整个医疗系统，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做出的服务是否有进步，是否有效，是否有任何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资料的话，我们很难去观察到底我们在哪一方面可以改进，所以这个是避免不了。不过我们必须要有专人去处理这个这些资料跟这些 KPI 的这个问题。还有2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说韩国，我们希望我们不会面对韩国这个问题。韩国如果你看他的医生其实是足够的不过他的急诊室的医生是严重的不够，他很多所谓急诊的部门，包括儿科可能妇科的医生是不够的。不过他有很多医生是做医美，他们在这些行业能够带来更加好的收入，所以造成说他的医务人员的这个人力的分配不平均，所以一些在急诊部的，在儿科部的可以说是做的半条命待遇又不好，而那些在医美行业的可能他的工作更加优先，收入更加好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不要掉入韩国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问题就是整个我们卫生部的医疗系统的这个行政效率还是很低这个我希望说卫生部会正式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比方说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必须要做一些检查才能够确定进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你这些检查可能是 X-ray， 可能是 CT scan， 可能是 MRI， 或者是可能其他特别的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的 appointment， 他可能给你3个月、6个月，甚至有1年，你耽搁了1年，也就是说你的治疗的方案延迟了1年。你在这个1年期间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所谓门诊，不必要的这些不确定性的这个 consultation， 这些都是很浪费、很没有效率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卫生部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以避免这些没有效率的事件发生。还有它的整个医疗系统里面的这个医疗记录，大部分还是用纸张的，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大多数先进的国家，甚至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已经进入所谓电子医疗系统方面，所以我们还停留在 paper record，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落后。我们必须要有大幅度的投资来提升整个医疗系统的这个效率，这样子可以间接减轻医务人员的一些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包括很多这个 paperwork 的这个负担。我希望说卫生部能够正视面对这个我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李医生你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讶的。原来我们马来西亚在这个医疗体系，特别是公共医疗体系，我们还在用这个纸张来作业这个做法是蛮落后的。那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前阵子有访问了 UCRES 这家公司，它是在做远端医疗的。那您觉得远端医疗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来扮演一些角色，来帮助我们减轻现在的这种医疗资源的压力呢？您认为有可能吗？其实我对远端医疗其实很有兴趣的如果你有翻开这个整个远端医疗这个历史，其实远端医疗是在我跟 Dr. Zhu 做在卫生部里面
第一次推介的。我相信在这个远端医疗方面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减轻很多这个所谓门诊师的这个负担，也可以给病人很大的这个方便。当然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包括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包括如果这种远方医疗出错了，谁承担这个责任？到底责任是在医疗的提供方面，还是这个病人方面等等？我们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设施来提供这个服务。不过病人也必须要有一些转变，因为很多病人他是习惯说，他必须要看看医生，没有看到医生，还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因为我看有一些医院其实有提供这个所谓 online consultation 远方医疗的方案，使用率不高。不过这些卫生部其实有几个 clinic kesehatan 有提供这个远方医疗的这个服务的。老实说，其实大部分的，比方说你长期的血压高、糖尿病等等这一类的这个门诊 follow-up 门诊。一年其实我们只需要看你一次，其他的期间呢，可能远方医疗 online consultation 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有遇到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新币比马币现在这个兑换率是相差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是包括了像是马大医学系，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50名的学生被新加坡的这个医疗院所给聘请雇用。那其实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相信不止新加坡，包括台湾还有其他的先进国家也可能来马来西亚来寻找人才那要怎么样解决这样子或者防范这样子的事情呢？单纯的去提升我们的薪资，很像似乎还是不够，因为可能这些医生这些新进的医生，他们也会看未来的发展性还有升迁的这个机会等等。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您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呢？我想我们在面对一个全球化的这个世界，这种人才的竞争跟流动是避免不了的。我想最主要是卫生部必须要正式的去解决本地这个医学院的学生跟初级医生所面对这个问题，包括他们的福利，包括他们工作的环境，包括他们升迁的机会，包括他们锻炼成为专科医生的这些机会。只要我们能够让他们感觉到在卫生部里面的前景是好的，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人会离乡背井逃去其他国家。当然少部分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最主要我们能够留住我们主要的这个医务人员，这个不会是大问题。我本身的一个例子就在我那个时候，这个是8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有机会去新加坡 NU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只是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受到马大也 offer 我去马大读医科我那时我只需要做一个决定，我要成为新加坡人还是要成为马来西亚人。我很庆幸我选择在马来西亚。好，我相信这个李医师所说的这样子的一句话呢，可能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想法那我相信马来西亚的这个医疗体系，特别是公共医疗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在今天李医师的一些建议之下呢，我相信政府也应该要听进去，也应该来做一些改变当然我相信这个是双向的啦，不只是政府要做改变，我们自己民众也要在思维上面在观念上面做改变，比如说不要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要去急诊室把急诊室给塞得水泄不通。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不晓得这个时候正在收看节目的大家呢又有怎么样子的一些想法，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的未来还有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否也想要提出你的看法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再次谢谢李文才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你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